那个释迦牟尼出生之后，大家都知道吧？释迦牟尼，他就出生以后呢，走了7步，每一步出现了一座莲花，然后呢，他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天上地下唯我独尊，就是这个意思，明白吗？啊。Namaste 就是尼泊尔的你好的意思，可能是在印度也是 Namaste， 都是一样的，对吗？接着，在2006年前呢，尼泊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印度教的王国。尼泊尔的国家历法超日王历也是来自于印度，但是它不同于印度跟尼泊尔，印度教和佛教信仰它是交织在一起的。你知道，尼泊尔的这个西南部啊，与印度的东北部啊，这个交织在一起啊，与地理很相近，而且又是喜马拉雅山西边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哦。历史上一直就是印度文明以及外来文明的交汇之地、征战之地，有过亚历山大的远征，哎呦，成吉思汗、蒙古西征这些历史的遗迹，所以佛教是尼泊尔文化景观中非常明显的一个部分。虽然超过80% 的尼泊尔人呢是印度教徒，但佛教是尼泊尔文化景观当中组成的其中一块。藏族佛教在喜马拉雅的山上附近的高处，到处都可以见到。这里居住着什么？西藏，跟西藏有关的人民，以及加德满都的大量的藏族难民。尼泊尔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就是位于西藏的南部，夹在中国跟印度之间，只有中印2个邻国。这里是我住的饭店，你说它有多豪华？我告诉你，我觉得它是9星级的。为什么？因为它的旁边可以看得到喜马拉雅山、山脉、山系，那个玻璃清透到没有任何一点点的灰尘，所以我认为它是9星级的。再豪华、再高贵，都比不上这里的景色，看它一眼，值得了。你知道吗？你看前面有看得到印度教跟佛教同时存在在这一台车子上。这里的车子呢，底盘都非常非常的高啊。当时我来这边摄影的时候呢，还没有发明什么市场上还没有所谓的运动摄影机。运动摄影机现在很小台，可以粘在玻璃上，还没有啊。所以当时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就必须坐在它最前面这个司机的旁边拿着我的大台的摄影机一路这样拍。他开多久我就拍多久路途之颠簸你看看这个路上道路的品质也不是很好，但是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累。路上每一户人家，它的造型、它的特色、它的文化，路边的汽车的花俏，这些都是印度教的风格啊。然后呢，人们的穿着，惜家带眷的在路边走，整个路上的风景，这是我觉得最值得的。告诉你，很多人说什么享受5星级饭店吃一餐2-3万块，我觉得都比不过我眼睛所看到的，都比不过我用摄像机、录影机把它留下来的。我觉得这部影片价值连城。波卡拉
就位于加德满都以西约200公里，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河谷地。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海拔约900公尺，周围群山环绕啊。你知道，除了自然风光和各式各样的活动之外呢，这里是哪里？藏包村，也是波卡拉的一个特色哦。他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就是西藏毛毯，很特别哦。他们还会念藏文祈福哦。在这个地方，他们就制造这一些西藏的毛毯来贩售，赚取他们普通时候在这个村庄的生活费用。这要散开的，对吗？那个是羊毛啊？对，羊毛就是散开的以后就染了以后呢，有圆圆的，他们就做了圆圆的，我们就在哪个地方可以看到。然后呢，他们做地毯，在我们里面能看到做地毯。全是手工。毛线。不是这个线呢，要做地毯里面。这个这面人家当的，这家当了，今年了3万多种，公费当了我这3年了，企业把这些钱了放那个，人家说是，妈，我们在我这1950年代，中国政府的势力进入西藏之后，有数万名的藏人呢，跟随他们的领袖达赖喇嘛离开了西藏，而流亡了异域。尼泊尔就是其中一些人的落脚之处啊。那普卡拉的藏包村呢，就成立于1960年，区内呢有寺庙、有学校。那西藏村的居民呢，大约有5000到6000人啊。尼泊尔的政府至今未能够给予身份的证明，这些居民将来何去何从啊？我为他们感到忧愁啊。所以有时候看看他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啊，其实呢，我们幸福很多，也幸运很多。看看他们的自给自足，其实我们还对生活上有这么挑剔，这么多的抱怨，做什么呢？对吧？哇哦，这个除了世界组织给予协助啊，维持整个西藏村级学校的开销啊，你看看呢，他们怎么办呢？就只能这样啊。五色金幡旗啊，当时呢，在1959年呢，你看呢，跟随着他们的领袖啊达赖来到这里，前往印度的西藏人，有的跟到这个地方没有体力啊，我身体因素了，那我都个行落啊，就留在这里了。那喇嘛庙就是藏人的信仰中心啊。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学校旁边呢，还有外表看起来不起眼的喇嘛庙，庙内的各种装饰呢，倒是非常非常的精致啊。在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多的 bus 啊，这些小巴士呢，底盘都非常的高，因为呢，很简单，在尼泊尔的道路路况没有那么好，车子如果底盘太低的话呢，哇塞，一下子车子就报销了。
台湾的瀑布多半隐身在崇山之中，因此抵达戴维斯瀑布的时候呢，对于它的地理位置呢，哇塞，还真有一点讶异啊！瀑布的入口呢，在大马路旁的商店街巷弄里啊，哇，门口这个时候盛产的卖橘子的啊。戴维斯的断层瀑布是地下瀑布，是全世界唯一由喜马拉雅山融雪然后侵蚀切割而成的瀑布。瀑布的入口呢，就在隐身在大马路旁啊。那瀑布的水源呢，是自费洼湖由喜马拉雅山的这个溶解下来的雪水，然后再慢慢的呢流到断层这个旁边的石灰岩地层的地质形态这样子，然后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地下瀑布然后呢就变成了地下的河流。这种是属于世界上少见的自然景观的。尼泊尔也是世界上所得最低的国家之一。但奇妙的是，它这里的人民常常脸上是挂着笑容。印度跟尼泊尔同属印度教，但很奇妙，不知道是不是地理环境的因素影响，所以在尼泊尔，你永远看到他们的人民永远都是露出很灿烂、很阳光的笑容他们虽然是世界上所得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呢，这里的人们却相对性充满了和善，可能是住在喜马拉雅山下吧，所以心情就特别的好。来到这边，常常看到他们当地的人脸上就挂着笑容，在他们的市集里面是一个寻宝乐园，到处都可以看得到非常具有特色的商品。जापानमा गयो लतारमा सबै भयो त्यो मात्रै बाँकी